中國正在滑向孤島經濟。不是戲劇性的文學比喻，不是標題黨的誇張修辭，而是一個來自中國著名經濟學者的冷靜判斷。說出這句話的人是格隆，原名陳守宏，格隆會的創始人，多年來活躍在中國金融投資最核心的圈層。他在自己的自媒體談股論金砍天砍地中，公開點破了一件讓無數人背後發冷的現實：中國經濟的外循環正在全面歸零，不是減緩，不是放緩，而是直線式塌陷般的接近消失。他將這種現象總結為3個字：人趨零，航班趨零，錢趨零。3個趨零像3個重錘，敲在一個14億人口國家的心臟上。而這段視頻在被大量轉發、討論、截圖之後，迅速從網絡上消失，連同它的大量內容一同被清空。仿佛這個人從未說過這些話，仿佛這些數字從未存在過。但現實不會因為刪除而消失。格隆首先指出的是最直觀也最殘忍的一組數據。2019年第一季度，新冠疫情爆發之前，進入中國旅遊、商務、訪問的人數超過370萬人。那時候，中國還是世界的目的地，外國遊客擠滿機場、酒店、商業區、工廠、商務區。而到了2023年第一季度，入境人數變成了5.2萬人，不是520万，而是52000人。更徹骨的是來源結構，約56%來自香港，約22%來自澳門，真正來自其他國家地區的老外大約只剩1萬人左右。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，在3個月時間內，真正意義上的外國訪客只剩下1萬個左右。這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一個大型商場的一天人流量，相當於一個廣場演唱會的觀眾數，相當於一個中學的學生規模。而這是整個中國。格隆直言，這意味着中國正在重新滑向一種無人問津的狀態，像上世紀70年代的封閉年代。但不同的是，那一次是中國不讓別人來，而這一次是別人不想來了。這個區別才是最可怕的。第二把刀落在天空。在疫情前，中美2國之間的航班往來每個月超過3800架次，平均每天超過100個航班在太平洋上空穿梭。那是一條全球最密集、最重要的經濟線。而現在呢？每天只剩4到6班，從100班到5班左右。不是腰斬，不是砍半，而是幾乎清零。而這條航線背後不是普通旅遊，而是商務往來、科技交流、教育通道、投資聯繫、供應鏈溝通。更關鍵的是，過去70多年裡，中國外貿中超過70%的貿易順差來自美國市場。這是一條支撐了中國幾十年經濟騰飛的動脈，而現在它正在慢慢閉合，就像血液變少，最終所有器官都會開始缺氧。不是一家公司，不是一個行業，是整個經濟體的呼吸開始變弱。第3把刀是錢。錢從來不講情懷，它只講風險和回報。公開數據顯示，去年第一季度，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約為1012億美元，而今年第2季度，外商投資僅僅剩下49億美元，跌幅達95%以上，創下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值。這不是普通調整，這是信心斷裂。另一個更刺眼的數字是外幣基金。2021年同期募集外幣基金792隻，2022年同期114隻，2023年只剩下8隻，從792跌到8，幾乎為零。專注中國市場的私募股權基金更是斷崖。2021年上半年接近500億美元
2023年上半年只剩14億美元，資本已經做出了選擇，他們正在離開，悄無聲息，但極其堅決。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是一個經濟體的3條生命線。當這3條線同時接近歸零，這已經不是衰退，而是脫離世界系統的前兆。格隆提出一個極其關鍵的判斷：如果這只是疫情的後遺症，還有機會恢復；但如果是因為貿易戰、政治摩擦、信任崩塌導致的，那中國正在經歷的是一種結構性逆轉的長期趨勢。這不是暫時下滑，這是路線改變。而這種改變對普通人來說，可能意味着更難的工作、更低的收入、更高的成本、更少的機会、更窄的出路。這不是一場短暫危機，而是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沉重代價。如果說人趨零、航班趨零、錢趨零只是冷冰冰的數字，那麼接下来發生的一切，就是這些數字落在普通人身上的真實後果。當外循環消失，一個體量如此龐大的國家只能被迫轉身，將所有的問題、壓力、矛盾、資源全部丟進內循環這4個字裡。聽起來像戰略，更像困局。因為當沒有外部增量時，所謂內循環，本質只剩一件事：自己和自己搶活路。而一個14億人口的社會，一旦開始內耗模式，任何人都無法獨善其身。過去幾十年，光鮮的城市、寫字樓、產業園區、新區規劃，都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：外面的錢會進來，外面的訂單會過來，外面的技術會流入，世界會參與這場遊戲。可現在門關上了，外面沒有人進來，裡面的人卻越來越多。結果是什麼？企業只能互相壓價、互相挖人、互相抄襲、互相拆台，價格被捲到幾乎不賺錢，利潤被壓到幾乎為負數，勞動被拉長到極限時間。所有人越來越忙，卻越來越窮。你會發現一種詭異的景象正在蔓延：外賣越來越便宜，騎手卻越來越崩；網購越來越廉價，商家卻越來越慘；平台越來越強大，員工卻越來越喘不過氣；房子越來越難賣，負債卻越來越多；項目越來越宏大，但口袋越來越空。這不是增長，這是消耗。這是一個社會開始把自己當燃料，燒給自己取暖，而火越來越旺，氧氣越來越少。如果說底層早就習慣寒風，那麼中產才是真正被凍裂的一層。他們曾是城市的中軸線，有碼字的工作，有房有車有朋友圈，有體面有夢想有規劃。可當房價開始塌，行業開始裁，公司開始關，福利開始砍，一層信心被悄悄抽走。他們開始發現，工作不再穩定，工資不再增長，前途不再清晰，未來不再可規劃。曾經最可靠的幾大領域，金融、房地產、互聯網、教育、外企、製造、醫藥，一片片的塌下去。35歲不再是門檻，是懸崖。你不是在找更好的機會，你是在拼命避免掉下去。房貸像一條鎖鏈，孩子像一根繩子，父母像一座山，你就是站在中間被扯到喘不過氣的人。當一個社會的中產開始成批下沉，意味着什麼？不是個體失敗，而是結構崩塌。而結構一旦崩塌，是沒有熬過去這一說的。如果說中產還在死撐，那年輕人已經開始直接退出。你會發現，最近幾年，戀愛率在下降，結婚率在下降，生育率在斷崖，創業熱情在消失，奮鬥口號在失效。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談夢想，而是談躺平、擺爛論。
不是一時情緒，而是一種群體性的清醒。當一個時代無法寄予希望，最聰明的選擇就是不再下注。所以他們不買房，不生娃，不背貸款，不想未來，只想減重、減慾、減聯繫、減負擔。這是對這個系統最安靜卻最殘酷的投票。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不再相信10年後的自己會更好，那這個國家的10年就真的變得很危險。這是任何 GDP 數據都掩蓋不了的真相。真正的孤島化不是地圖上的隔離，而是心理上的封閉。當一個社會開始習慣這4個字，忍一下，算了吧，沒辦法，別想了，這不是成熟，這是麻木。而麻木是崩潰的前奏。格隆的視頻並不是危言聳聽，很多時候真正危險的不是說話的人，而是不願聽的人。當一個人指出風暴，風暴並不會因為他說出口就消失。當預警被刪除，現實只會更加肆無忌憚。因為問題從來不是被說出來才存在，而是存在太久才被說出來。